想见吃不死你！心儿，心儿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我给儿媳妇包的饺子，她全扔了。她为什么这么恨我呀？她为什么这么恨我呀？我太冲动了，这种事应该等月黑风高扔到公用垃圾桶。现在麻烦上门了。哼！得命啊！妈不活了，妈真是造了孽呀！妈，别哭了，罗欣呢？我知道罗欣不爱吃肥肉，特地买的瘦肉。早上4点我就起来忙活，忙了几个小时，我2手都冻僵了。我早饭都顾不上吃，才包完啊！可他一个都没尝，全倒了。饺子没得罪他吧？别伤心了，妈。罗欣在哪里？我去批评他。罗欣，你给我出来！你怎么能直呼你二嫂的名字？呸！她配当我嫂子吗？我妈这辈子还没被人这么欺负过，她把我们放在眼里了吗？罗欣，你给我出来！老婆，别激动，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，不是来吵架的。我今天非要找他讨个说法。罗欣还在厨房忙，要不等他出来再说。他有什么可忙的？罗欣，出来跟我妈道歉。你少说2句。我凭什么不能说？他欺负了我妈，我还要把他当祖宗供着吗？他就算再错，也是你二嫂。大哥还指望二哥护老娘，他就是个妻管严。你说这有通怎么了？如果他真的孝顺，怎么可能容忍罗欣骑在妈头上作威作福？行了，你们都坐下，我去叫罗欣出来。罗欣，你出来解释一下。罗欣，你自己说，我妈哪里对不起你？你在娘家娇生惯养，连饭都不会做。我二哥的工作特殊，不常在家。我妈心疼你，常住在你家照顾你，一天3顿做好端给你，帮你扫地拖地洗内裤，就差把你供在祖宗牌位上了。他对你还不够好吗？你凭什么这样羞辱我妈？胎儿都5个月了，要当妈的人气性还这么大。罗欣，妈知道你喜欢吃水饺，才特地给你包。你喜欢吃韭菜馅的，妈把韭菜一根一根捋干净，反复清洗。妈专门给你买腿子肉。妈说绞肉机搅的馅不香，亲自用手剁。她做了一辈子饺子，调的馅吃过的人都说香。你第一次来我们家，是不是也说好吃？这我承认，那时候我真的觉得他做的饺子比街上任何一家店都好吃。妈说手擀的面皮劲道，她每次买面粉回来亲自和面，一张张擀皮再一个一个包好，这样纯手工的水饺，除了我妈给你做，你还在哪里能吃到？确实，现在外面卖的哪还有这种功夫活？罗欣啊，我怕你嫁进我们家不习惯，委屈了你，我才一直跟着你们，把你当亲生女儿一样照顾。你不爱吃早饭，我怕你饿出毛病，才包这么多饺子放冰箱里。可你把我的一片好心全当成了驴肝肺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你这么生气，你跟我说，我改啊！所谓的解释，就是听他们批斗我。他们只讲婆婆对我有多好，控诉我对婆婆如何不孝，却没有人问一句，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？罗欣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？罗欣，你到底有没有良心？我妈对你这么好，掏心掏肺的待你，你是怎么回报她的？从你跟我二哥认识到现在，你给我妈买过1件衣服吗？结婚这2个月，我妈倒贴伙食费照顾你，我们这些亲生儿女都用不到我妈的钱。我二哥不在家，他的养老金全花在你一个人身上了。你不仅不感恩，还浪费他的劳动成果，你简直就是妥妥的白眼狼。你妈对我好，
那是他跟你说的吧？罗欣，不需要我妈说，你问问你嫂子，问问妹夫。妈挺好的。是的，妈对我们一视同仁。你听见了？大嫂和我老公也不姓谢，我妈把他们都当亲生儿女，难道妈会单单对你另眼相看？你还是新媳妇儿，我妈只会讨好你，哪里敢给你气受？好赖话都被你说完了。我说错了吗？你今天把我妈包的饺子扔垃圾桶，我妈只能给我们哭诉，这就足以说明你平时经常欺负她，也是二哥不在家，不然以她的脾气，一定会抽你几个耳光。冷静点，老婆，小心孩子，别动了胎气。他们已经先入为主，认定婆婆就是受害者。既然解释没用，那我也没必要客气了。别喊了，是谢德金让我倒掉的。放屁！我二哥就算再宠你，也不可能叫你把我妈辛苦包的饺子倒进垃圾桶里。罗欣，你自己做错事，还要栽赃给我二哥，你还要不要脸？别跳，老婆别跳，小心孩子。罗欣啊，你讲话要凭良心。老二上班不在家，他进单位手机都上交了，他怎么可能叫你把饺子倒了？他以前亲口跟我说过，我不想吃的东西就倒垃圾桶里，不要勉强自己。他说的是外卖或者是零食，绝对不可能是我妈亲手包的饺子。罗欣，你别以为老二不在家，你就可以随便撒谎。我们现在是在认真的跟你谈话，是希望你正视自己的问题。正视个屁，说了也是白说。12点了，我先给你们弄吃的。还是我去弄吧，你又不会弄饭。妈，不会弄就让她去学。既然嫁了人，就得有做儿媳妇的自觉。本该她伺候你，凭什么当婆婆的伺候儿媳妇？您还能伺候她一辈子啊？她弄的菜不好吃。哼，我管她弄的好吃不好吃，只要是她弄出来的，哪怕是狗屎，我也吃了。哪怕是狗屎也吃。行，这可是你说的。我这是专门给你一个人包的，想让你每天早上吃一碗。妈，您真是的，人家又不稀罕您包的饺子，您还替他着想。他以后早饭不吃就不吃，反正饿的不是您。你这一顿全煮了，以后吃什么？你大哥和妹妹难得来一次，再去做几个菜。你们先吃饺子垫垫，我再去炒菜。既然煮了，我们就吃吧。说起来，我有2个月没吃过妈亲手包的饺子了。我也是啊，我想吃都吃不到。妈就是偏心二哥，天天给他们包，结果人家还不领情。妈忙了半天，辛苦了。儿媳妇给您喂一个，谢谢你这3个月对我的照顾。怎么，妈不喜欢吃饺子吗？您亲手包的，总得尝尝吧。妈，您就这个嘛，您平时最喜欢吃饺子了，罗欣难得尽一回孝心，您只管享受。我不吃，我没胃口。看你把我妈气的。这馅里是什么？我这个好像有纸巾，还有碎面条。我这里有粉丝。啊呸！怎么还有骨头？今天这饺子馅里乱七八糟的，味道也怪怪的，很难吃。饺子里掺了什么啊？嚼着牙碜，这真是我妈亲手包的饺子吗？确实是她亲手包的。不可能，我妈手艺那么好，
他包的怎么会这么难吃？那就要问你妈才知道了。说来也奇怪，她亲手包给儿媳妇吃的饺子，她自己为什么一口都不敢吃？罗星啊，你不想吃可以明说，我不包就是了。你为什么要害我？到了这一步，竟然还想甩锅给我。罗西，你干什么？罗西，你竟然泼我妈！你疯了吗？你这没教养的疯女人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手滑了。妈，您没事吧？这饺子汤还烫着呢。手滑？你当我瞎吗？你这是故意伤人！别说了，赶紧降温。妈，快跟我去冲冷水，晚了脸要烂了。我不去，你放开！哎呦，我的眼！妈，我是为了您好，烫伤不是小事，要是毁了容，德军回来会打死我的。救命！罗西，你在干什么？你要害死我妈妈！大哥，你别急，不赶紧降温，他一会儿脸烂了会很疼的。妈，你怎么样？妈别动，你先忍忍，水凉才管用。大哥，你干什么？你要淹死妈妈！妈的脸烫伤了，不赶紧降温会破皮，到时候要留疤的。那去医院治疗啊，涂烫伤膏啊。亲房姐是你把她按在冷水里，也不怕妈休克了。对，去医院。妈。滚开！这女人疯了！我妈活了大半辈子，没有被人这么欺负过。我活了小半辈子，也没被人这么欺负过。谁欺负你？你烫伤我妈还有理了？报警！我要报警！家务事报什么警？不嫌丢人？他都把妈害成那样了，你还护着这个家丑？都是我的错呀，是我老了，不中用了，讨人嫌了。我辛辛苦苦为了这个家，到头来连个吃饺子的地儿都没有。我死了算了，我这就出去让车撞死，行了吧？妈，你回来！罗欣，我妈今天要有什么三长两短，我要你抵命！俗话说，请神容易送神难，这尊不请自来的神总算走了。老二，妈想过了，你上班不在家，罗欣刚嫁过来，各方面都不熟悉，我来照顾她，省得你上班还牵肠挂肚的。那个时候我想，大嫂有孩子，小姑子怀着孕，她平时都在那边伺候，顶多在我这儿住个几天适应一下。谁知道，她这一待就是3个月，白天刷短视频，晚上在厨房剁馅儿，我的稿子一个字也写不下去。罗欣，开门！我来拿我妈的衣服。你干什么？你害得妈都住院了，你现在还不去医院陪护？哦，好。你就这么去？你不换衣服？哦，那我换衣服。罗欣，你什么意思？
你连妈住院都不管？你妈有儿有女，哪里轮得到我这个外星人陪护？可我是孕妇，我大哥要上班，二哥又不在家，大嫂不仅要上班，还要接送孩子，你不去陪护谁去？你们这些亲生儿女个个都没空，孝心还要外包给我这个儿媳妇，哪来的脸？我也没空。是你害我妈住院的，你凭什么不陪护？你没良心！全是卖惨，想让我愧疚自责，主动上门当牛马。妈，您的妖女是不是比某些人好？我妖女最好了，妈没白疼你。真是亲生母女，不好就不正常了。喂，罗欣啊，这门我怎么打不开了？按那个密码总说不对，你帮我开一下门。我不在家，出门了。那你把密码告诉妈呀，那又不是你一个人的家，你凭什么不让我妈进门？喂，你说什么？我在山里采风，信号不好。罗欣，你有没有好好吃饭啊？早饭一定要吃，不然胃会出毛病的。出门在外要多加衣服，千万别感冒了啊！喂，还在听吗？哎呀，这信号真差，一个字儿都听不见。妈，您是不是贱？人家都把你赶出来的，您还为他操心？你二哥小时候，我对他管得太严，他就对我有意见。现在我不照顾好他媳妇儿，我怕他更恨我。我二哥就是个瞎子，娶这么个鬼东西，等他回来直接让他离了。他如果不离，我就把罗西虐待妈的事放到网上，让这贱人身败名裂。受委屈了？没有，是你妈妈受委屈了。任务3个月，婚嫁后就没回过家。老二，你休假回来了吧？你赶紧带着罗欣来你大哥家，我们要开个家庭会议，解决一下他们的问题。开会，大哥怎么了？你大嫂犯错误了，这事很严重，我们要全家人一起去帮助她认识错误，改正缺点。好，我们一会儿过去。大嫂能犯什么错？大嫂勤快又礼貌，做事总是小心翼翼的。在这种家里，她能犯什么惊天动地的错误？我看看群里。只要不是给家里买东西，给家里东西，哪怕是100块钱，你也应该告诉我，这不是第一次了。上次你给你妈买衣服的时候，我就严肃提醒过你，你都当耳边风了。谢德明，那是我妈的生日，我嫁到你家10多年，就给我妈买过1件衣服，我作为亲生女儿，这过分吗？你还有理了？大半夜跟我叫板，我说不让你买了吗？我问的是你为什么不跟我商量？看着这些话，心里一阵发凉。谢德明，你摸摸良心，我1个月8000多工资全部上交，嫁到你家10多年，连1000块支配自由都没有，买床棉被都要请示，我是你老婆还是奴隶？原来他们平时一直都是这样对待大嫂的，他们平时就是这么吵架的。德康，我们真的要去吗？夫妻吵架床头和，全家过去不是多管闲事吗？你不懂，这是谢家老传统家庭会议。家庭会议从我记事起就这样，只要家里有人犯了错，全家都要动员起来开会，美其名为是批评与自我批评，实际上就是合伙打压那个不听话的人，直到对方认错屈服。上回婆婆带着大哥小姑子冲进我家，指着我鼻子骂我不孝，那架势原来就是想开启这场审判。我以前出任务最担心的就是你，我妈那个性格我知道她爱捉，所以我走之前反复叮嘱你，她要是捉你就躲着，千万别招惹她。所以我那天把饺子倒进垃圾桶被她撞见，我其实挺后悔的。要是能再忍忍，等天黑偷偷扔公用垃圾桶，就没这么多事儿了。傻丫头，躲得过初一，躲不过15。德军，你说今天晚上他们是不是想连我带大嫂一起审了？放心，有老公在，今晚你想看戏就看戏，想睡觉就睡觉。我也想去看看这个所谓的家庭会议到底有多荒谬。老二回来了，坐吧。德军，罗西，你们来了，喝点热茶。老大媳妇儿，你也别忙活了，坐下，当着全家人的面说说你们到底怎么回事。这哪里是开会？既然你觉得你有理，那你先说，当着妈、二弟和弟妹的面，把你的道理讲清楚。我结婚10多年了，我自问我尽到了谢家媳妇儿的责任。每年过年过节，妈的衣服哪件不是我挑的？小叔子、小姑子的礼物哪样不是我准备的？可是我尽到了儿媳的责任，却没尽到当女儿的责任。我娘家远在千里之外，几年才回得去一次。上次回去，我看到我妈床上的棉被又薄又旧，
盖了不知道多少年了，花了不到1000块钱。谢德明，就为了这1000块钱，你从昨天唠叨到今天，好像我犯了什么十恶不赦的大罪一样。我在这个家里连这1000块钱的支配权都没有吗？大嫂，你有孝心这是优点，咱们全家人都要肯定，对吧妈？但是你得搞清楚一个基本的法律常识，你嫁给了大哥，你们俩挣的钱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只要这钱不是用于咱们谢家的家庭开销，大哥就有权利知道你把钱花哪儿去了。咱们说句不好听的话，万一你背着大哥给别的男人买东西，我哥是不是会很难受？这是大哥爱你的表现，说明他在乎你，他吃醋了。还是小妹懂我。当然知道大嫂你肯定不会做出那种伤风败俗的事，但道理是一样的。你给娘家提前告诉我，如果这棉被是以我哥的名义寄回去的，你妈肯定更高兴，我哥在丈母娘面前也有面子，是不是？老婆，你跟我一起生活了10多年，还不了解我的心思吗？我是在乎那1000块钱吗？我在乎的是你的态度。你背着我单独给你妈买东西，传出去别人怎么看我？是不是会戳着我的脊梁骨，说我谢德明这个女婿当的不称职不孝顺？这一家人真是把无耻2个字写到了骨子里。我知道了，下次我买东西一定先跟你商量。这才对嘛，这才是我的好老婆。没事儿，知错能改，咱们以后还是好同志。老大媳妇，你听妈一句，你既然嫁入我们谢家，就是我们谢家人，你的一切那都归谢家所有。所以啊，以后别在家里说什么你花的是你自己挣的钱这种混账话。一家人不能说2家话，不然你想想，要是哪天老大也背着你乱花钱怎么办？如果他也把钱藏起来，花在别的女人身上，你心里能开心吗？妈，您看您这是说的什么话？我又不傻，怎么会给别的女人花钱？你看看老大对你多忠诚，所以啊，夫妻之间就是要忠诚忠心，千万记住了，家里的钱不能给外人花。绝了，真是绝了！古清在谢家人的逻辑里，媳妇儿挣的钱，供谢德明买烟买酒那是理所应当，供婆婆吃喝那是孝顺，甚至供小姑子买包买衣服那也是情分，唯独不能给大嫂的亲妈花。因为在他们谢家人眼里，只要不姓谢，统统都是外人。我知道了，妈。行了，既然事情解决了，那就翻篇了，去做饭吧。今天妈和弟弟妹妹为了解决咱们家的问题，折腾半天都辛苦了。你手脚麻利点，多做几个硬菜，咱们好好喝2杯。妈，行了，我家的事儿圆满解决了。现在咱们该说说老二家的事儿了。大哥叫我们来，重点就是要说我媳妇儿的事儿吧？你知道就好。上次你不在家，弟妹可是撒了不少谎。现在你回来了，我想听听你怎么说。我想先听听我媳妇儿怎么说。弟妹，过来坐吧。我老婆跟我坐在一起。二哥，你到底懂不懂规矩？什么规矩？我们家历来办家庭会议，做错事的人都要坐中间，让大家看到他认错的态度。你这样护着他是什么意思？她是我老婆，我护着她哪里不对？谢德清，你扪心自问，你被你婆家人欺负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恨不得妹夫能这么护着你？我又没做错事。那我老婆做错了什么？你们一个个摆出审判长的架势，她还没开口说话呢，你们就给她定罪了。二哥，我们现在开这个会是在帮你。你欺负我老婆，还好意思说帮我？帮我什么？帮我毁了我的家吗？谢德军，你说什么？哎呦，老婆，别激动，别激动，小心胎儿。你现在5个月了，经不起折腾。老二，你们夫妻刚结婚就分开，几个月没有见面，你心疼你老婆我们都理解，但一码归一码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你不能因为心疼就一味的偏袒弟妹。爸走得早，妈一个人含辛茹苦把咱们3兄妹拉扯大，现在咱们成家立业了，孝顺她不是应该的吗？你的工作特殊，一年到头没几天在家，你在妈膝下尽不到孝，妈不但不怪你，还反过来帮你照顾媳妇儿。妈连给我接送女儿的时间都没有，也没工夫照顾怀孕的小妹，这些事儿我们也没说什么。可你媳妇儿是怎么做的？妈煮的饭她不吃，要点外卖，这是糟她钱还是糟她妈的心意？还有，妈亲手给她包了那么多饺子，整整齐齐码在冰箱里，她倒好，趁妈一出门，反手全倒进了垃圾桶，这是人干的事儿吗？最过分的是那天我们去你家，本来想了解一下情况，刚出锅的水饺啊，老二，热气腾腾的。我当时要是不赶紧把妈拖到厨房，把她的头按进冷水池降温，妈的整张脸就烂掉了。哼，在妈住院这几天，罗欣没去医院看一眼，连个电话都没打过。老二，你自己凭良心说，你媳妇儿做的对吗？我的一片好心啊，他全当成了驴肝肺。那一袋子饺子，多好的粮食啊，全进了垃圾桶。他这是在作孽呀！我活了大半辈子，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
我没有浪费。妈把饺子从垃圾桶捡起来后，我煮熟了端给你们，但你们只吃了几个就不吃了，最后我才倒垃圾桶的。这是你们浪费的，不是我。什么罗西，你把垃圾桶里的饺子捡回来煮给我们吃？难怪那天我觉得那饺子味道怪怪的。视频是妈拍的，饺子确实是在垃圾桶里待过。我煮给你们吃的时候，可没见你们哪个人站出来反对啊。妈，你那天怎么不提醒我们？我那天不是说了没胃口吗？废话，你如果亲眼看着那些饺子是从垃圾桶里翻出来的，你也没胃口。我不行了，老婆，那你也吃了？我当然没吃。为什么？我那碗里掺了半碗冷水，根本没法下口。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往碗里掺冷水？因为那天我知道谢青青和谢德明肯定要闹事，我预备着如果有人找我的麻烦，我就直接往他脸上泼。你煮饺子的时候就已经计划好要泼我妈了，是不是？不是专门针对他，我是说谁惹我就泼谁。比如现在，如果你再敢惹我，那就不是让你妈住3天院那么简单的事儿。你，所以你那天泼妈的饺子其实并不烫。对，汤里混了半碗冷水，最多就是点温热。老二，这是饺子烫不烫的问题吗？难道饺子不烫，你媳妇儿就可以泼在妈脸上？妈，您说完了吗？没有。那您继续。我把饺子从垃圾桶捡回去，可不是让他煮给你大哥和妹妹吃的。你是想让我吃？这就是你口口声声说的照顾我？我没照顾你吗？我妈没给你煮饭，没给你洗衣服。你就是个没良心的白眼狼！够了！你们说完了，现在该我媳妇儿说了，全体安静。好啊，让他坐中间去说。你可以坐中间去听。凭什么？我又没做错事儿。你还没错，谢德强，你一个出嫁的小姑子，凭什么管娘家的事儿？还敢对你二嫂大呼小叫？是妈喊我来的。妈喊你来，妈就错了。你来了也应该好好当客人，谁给你的脸对嫂子指手画脚？我又不是单单说你老婆，刚才大嫂在这儿，我不也照样批评了吗？你还有理了？大哥护不护大嫂，我管不着，但我的老婆，我一定要护。以后在这个家里，你们谁也别想欺负她。行了行了，老二、小妹，亲兄妹之间吵什么吵？咱们坐下，先听听罗欣的解释。都是我的错呀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死了算了。妈，你也知道你有错。以前每次开家庭会议，都是我坐在中间那个位子上被你们轮番批评。现在你们又想让我媳妇儿坐中间，她还没开口说一个字，你们就给她定了罪，是觉得我们两口子好欺负吗？老二，你这话就不对了。谁针对你们了？刚才我不也当众批评你大嫂了吗？我们这是希望她能正视错误，尽快融入咱们这个大家庭。融入？大嫂买一套不到1000块钱的床上用品，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，至于你们全家出动大张旗鼓的开会审讯，你们批评大嫂，根本就是为了杀鸡儆猴给我老婆看。大嫂不过是你们今天这场下马威里的牺牲品。谢德约，你少在那儿挑拨我们夫妻关系。我对你大嫂怎么样，她心里最清楚，轮不到你说话。那你们为什么要在我跟我妻子之间挑拨离间？你们在群里阴阳怪气的发那些视频，不就是发给我看的吗？不就是想让我一回家就大发雷霆教训我老婆吗？我教训她之后呢？离婚？我要是真离了婚，对你们谢家是不是很有利？老二，你别把话说的那么难听，我们不会让你离婚，只希望你看清楚你老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。就是啊，我们不是怕你上当吗？看清楚，上当。我就算上我老婆的当，也是心甘情愿。老婆，你继续，让他们看看你到底是怎么害妈的。实话告诉你们，从谢德军上班以后，我跟妈就没有一起吃饭了，他做他的，我做我的。你还好意思说妈给你做饭你不吃，要点外卖，害得妈每天吃剩饭。行了，跟你们这种不通情理的人讲道理是浪费口舌。电视打开，我投个屏，你们自己看。把电视打开，借你的屏幕用一下。你们想看证据，我给你们看个够。看我妈对你们多好，妈就是偏心二哥二嫂，我这个孕妇都没有这么享福。老大，这是怎么弄出来的？为什么能在你家的电视上看到？妈，那是录像，这是弟妹的手机上录的视频，投屏到我们电视上的。什么？他竟然在家偷拍我！妈，您紧张什么？
这不是罗欣偷拍的，是我安装的监控。你为什么要在家里安装监控？是想监视妈干活吗？我结婚前就安装了监控，在客厅安装，是你二嫂子出门的时候可以随时查看家里的情况。至于厨房那个，是因为罗欣平时写稿子太投入，我担心她火上炖着菜却忘了关火。安装那个是为了连接报警器提醒她。罗欣啊，老二上班走了，咱们2个人在家就吃简单点儿，咱们就喝点粥，吃点泡菜。等老二过年回来了，我再好好给你们炒菜。他要过年才回来，这几个月我们一直吃泡菜。那倒不是，我是说我们这段时间油荤吃的太重了，这几天吃清淡点儿。我当时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，毕竟结婚那半个月确实顿顿都是硬菜。罗欣啊，快来吃，这是我昨天专门买的杂粮粉，炒熟了的，开水一冲就能吃。以后咱们早饭就吃这个。专家说了，这叫杂粮养生，又健康又减脂，也不费钱，才10块钱1斤。咱们娘儿俩这一袋子，半个月都吃不完，这也吃不饱啊！吃不饱就对了，专家说了，一顿吃个7分饱，那才是最健康的饮食习惯。你们这些年轻人啊，就是不注意养生，每天大鱼大肉，好吃的拼命往肚子里撑，不喜欢吃的宁愿挨饿，这样下去，身体早晚得垮掉。看着你这么糟蹋身体，我这心里啊，是真真切切的心疼你呀，晶儿。家里有饭有菜，你怎么还乱花钱买外卖？我想吃肉了，妈，你也吃点。我不吃，我有稀饭喝。就是从这天开始，我跟妈就各吃各的了。虽然分开吃，但我跟她也没吵过架，自问相敬如宾。你每天点外卖，吃大鱼大肉，让我妈吃稀饭素菜，好狠的心啊！你吃得下去吗？老二，你自己说，你媳妇做的对不对？你们的眼睛是不是有问题？刚才视频里看得清清楚楚，没看我媳妇叫妈吃肉了，她自己不吃，我老婆能强行给她喂吗？那她也不能吃独食。你的意思是我花自己的钱买点肉，还得陪着你妈吃稀饭素菜？反正我们家不允许吃独食。可你妈也吃独食啊？胡说，我妈从来不吃独食。那继续看吧。我妈是看到你吃外卖勾起了她的馋虫才进饭店吃的。麻烦你看看拍摄视频的时间，她先在饭店吃独食被我看见了，我气不过才点的外卖。我本来还觉得奇怪，我每天饿得在书房吃零食，她怎么能忍住的？原来在外面偷吃过了。对呀，你饿了在书房偷吃零食，我饿了就不能在外面吃点好的？那你给你女儿说，你的退休金都花在我身上了是什么意思？花你的退休金？我给你转了1万块钱，你这几个月也没吃完吧？那后来妈不是专门给你包饺子了吗？就算妈前面有得罪你的地方，这饺子也算是给你道歉了吧？可你为什么要在馅里和面粉里加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？我明白了，你是故意的，所以妈把饺子包好，你就扔进了垃圾桶。你这样陷害妈，是想把妈赶出你家。你真是个大聪明，我的确提出过让她离开我家。我是个写稿子的，我需要绝对的安静。可妈总是把短视频的声音放得震天响，或者就是跟你们视频连线，那嗓门大的像在吵架。对面楼的邻居都开窗喊她小声点，她白天吵得我没法工作，我只能每天熬到凌晨等安静了才敢动笔。你叫妈小声点不就行了？你以为我没叫？她声音压低一会儿又大起来。我白天写不了，只有晚上加班。为了避开她的短视频噪音，我每天熬到凌晨2、3点才敢睡觉。可她呢，每天早上6点准时，砰砰砰敲我的房门，叫我起来吃早饭。我跟她说了无数次，我不吃，叫她别管我，她就一遍又一遍敲门，说不吃早饭不行，早睡早起，身体好。我是看在你二哥的份上，才对她一忍再忍。最后我实在忍不了了，我告诉她，要么不许在家里放短视频，不许敲门叫我吃饭，如果做不到，就请她离开。她说不让她刷短视频，简直就是要了她的命。既然刷视频比住我这儿重要，她只能选择离开。可临走前，她说她担心我不吃早饭，特地要给我包些饺子存在冰箱里，让我每天早上煮着吃。你看看，你都要把我妈赶走了，她还处处为你着想。妈包饺子的确很辛苦，你们看看她是怎么包的吧。拍摄时间是早上4点，
那时候我刚写完稿子，睡下1个小时，他就在厨房里这么跺，咣咣咣，像是在拆房子。我想着就半天时间，他傍完就走，我忍了。可我躺在床上，眼睛胀疼的难受，脑子里全是那剁肉的声音，我根本睡不着。我当时打开监控，是想看他还要剁多久，结果我看到了让我这辈子都忘不掉的一幕。那是我这几天吃剩的外卖盒子，装在一个袋子里准备扔的。我叫你吃，叫你吃，吃的你上吐下泻。吃死你！老婆，小心肚子！视频放完了，你们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要把它扔进垃圾桶了吧？那天你为什么不直接把这视频放出来？你们问过我原因吗？你但凡问一句我为什么要把饺子倒进垃圾桶，我都会把视频放出来。可你没问，你就不能主动说吗？你们给我机会说话了吗？进门就骂我不孝，逼我给你妈道歉。妈，您既然跟弟妹处不好，为什么不来我们家住？我劝她来你们家，她说不想来，因为妈不喜欢二嫂，为什么不来我们家？她说在你家她一点也不自由，你总是使唤她干这干那。我妈不可能说我跟大哥的坏话，你休想挑拨离间。那咱们还是看监控。饭厅虽然没安摄像头，但那天你们视频的时候，我就在厨房，监控把声音录得清清楚楚。唉，妈，您要是住得不顺心，干脆去大哥家住一段时间吧。您不想您孙女吗？不想去，他家太累了。我帮他们接送孩子，每天跑4趟，周末他们也不管，过他俩的2人世界。我要煮饭、洗衣服、打扫卫生，天天累得腰酸背痛。现在的孩子又不好管，那个小丫头片子特别烦，打不得也骂不得。带这一个孩子，比我当年带他们3兄妹还累。那妈去看看小妹吧，她怀孕4个月了，正是需要人照顾的时候。您是她亲妈，照顾起来更细致。哎呀，快别提她了。她原来没怀孕的时候就爱使嘴，现在怀孕了，更是把我使唤得团团转，嘴巴又挑，嫌我炒菜不好吃，每顿饭她都要抱怨，还没个尽头。她1分钱买菜钱都不给我，我那点可怜的养老钱全都贴在她身上了。她还有洁癖，嫌我拖地不干净，叫我每天拖5遍，早上、饭后、睡前，我这老腰都要折了。就嫌我的头发掉落太多，那明明是她的长头发，也赖在我头上。妈，您怎么能在外人面前这么编排我？我处处帮您说话，刚才为了帮您出气，我差点没跟罗欣打起来。可您背地里竟然说我挑剔，说我使唤您干活。妈，我有这么坏吗？是他诱骗我说的，他想赶我走，就诱骗我说你们的坏话。看来妈在你们2家过得真的很累，在我家多轻松啊！她只煮她自己的饭，或者冲一碗糊糊吃了，出去在饭店吃大鱼大肉。衣服妈只洗她自己的，我媳妇儿的衣服都是她自己洗。扫地拖地随妈的心情，她可以1周拖1次，也可以1个月不拖。她不拖，我媳妇儿也会拖。我媳妇儿不抱怨，也从来不使唤您干活。我家更没有孩子烦您。您既然这么喜欢我家，又为什么要虐待罗欣？我来你家又不是为了享福，我是为了照顾你媳妇儿。我那是盼着你们早点开枝散叶，给我添个大胖孙子。可你俩结婚都4个月了，罗欣肚子还没有动静。我来你们家是伺候孕妇的，不是伺候这只不下蛋的鸡。我老公上班第2天，我们才结婚半个月，你就开始明里暗里搓磨我。你那时候就知道我没有怀孕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大嫂结婚的时候就已经怀孕4个月了，你妹妹谢德芳也是怀上孩子2个月才领的证，就你结婚半个月都没动静，到现在也没怀上，这都4个月了，肚皮一点反应都没有，我还冤枉你了？够了！在您眼里，未婚先孕很光荣是吧？那当年您自己未婚先孕也觉得很光荣吗？婆婆当年也未婚先孕，难道怀的是大哥？二哥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妈未婚先孕怀的是谁？你是怎么知道的？我想要个孙子有什么错呀？你大哥生的是个女孩，
你小妹谢德清就算生个儿子，那也不姓谢。我就指望你能给我生个孙子，传宗接代，保住谢家的香火。你现在居然这么诋毁我，我这是造了什么孽呀？妈，您在说什么疯话呢？我的孩子虽然不姓谢，不也跟您有血缘关系吗？那是您亲外孙啊。再说了，如果您真那么看重姓氏，大不了我让孩子跟我姓谢不就行了？我现在才知道，原来我妈这么重男轻女。以前您那么宠小妹，我还以为您是重女轻男，原来全是演出来的。都是我的错，我不活了，我这就出去让车撞死算了。妈，你回来！你把我们家搅成这个样子，满意了？关我屁事！你家本来就是个烂泥坑，一窝人只会欺负外姓人，我不让你们欺负还错了。二哥，你听听他说。我老婆说错了吗？你们谢家人抱团欺负大嫂，欺负谢德清你那个男人，现在还想抱团欺负我老婆。可惜我老婆不是吃素的，我也不是。二哥，你什么意思？你们谢家人，你不姓谢吗？我姓谢，跟你们可不是同一个谢。走，回家。你们把妈气成这样，就这么走了？不管她了。谢德清，你给我记住一句话，你妈今天变成这个样子，全是你和你大哥一手造成的。你们但凡平时对她有一点真心的孝敬，别天天使唤她接孩子、偷五遍地、干这个干那个，她都不至于像抓救命稻草一样赖在我家不走。所以别把不孝的罪名扣在我们头上，真正不孝的人是你们。你们兄妹俩都是彻头彻尾的伪君子，表面道貌岸然，内心卑鄙猥琐，满嘴仁义道德，心里想的全是算计和利益。从今往后，我跟你们再无关系，也别再来烦我们。你们别管我，让我死了算了。我老了不中用了，活着就是浪费粮食，讨人嫌啊！我刚才跑到路中间了，我想让车撞死我呀，可那些车就是不撞我，绕过我就开走了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，连死都死不了啊！德军，你说他会不会真的寻死？那也跟我们无关。大哥，快来2月，出大事了！大哥出车祸了！什么？医生说要截肢才能保命，可大嫂不见了。哎呀，你睁开眼看看呀，车子为什么要撞我儿子，不把我撞死啊？奶奶，你还在乱说话，就是你赌寿，我爸才出的车祸。你说什么？我咒你爸？我疼他都来不及，我哪有咒他？你昨晚一直说让车撞死，让车撞死，结果呢？我爸就出车祸了。那开车的司机都是死人吗？我往路中间站，他们都绕着开，怎么就没个瞎了眼的撞死我？我想死都死不了啊！妈，人家开车的又不是傻子，撞了你，你倒是解脱了。可人家司机关几年，人家摊上大事了，要赔钱，还要背一辈子的心理阴影。谢德明开车的时候，路上出现一只猫都会减速绕道，何况你这么大个人，司机怎么可能直接撞上来？你闭嘴！你怎么跟妈说话呢？明知道妈心情不好，你还在这冷嘲热讽，给妈道歉，现在就道歉！谢德明开车的时候，路上出现一只猫都会减速绕道，何况你这么大个人，司机怎么可能直接撞上来？你闭嘴！你怎么跟妈说话呢？明知道妈心情不好，你还在这冷嘲热讽，给妈道歉，现在就道歉！谢德明，我跟你结婚10多年了，只要我跟你家人发生矛盾，不管是不是我的错，你永远只说一句让我道歉，在你心里我永远是个外人。你妈你妹妹那才是你的亲人。行，既然我是外人，那咱们离婚吧。想离婚？行啊，那你现在就滚，净身出户！这屋里的东西一针一线都是我们谢家的，与你无关，滚！不行，这大半夜的，他身上1分钱没有。追什么追？他娘家离得那么远，她一个女人家，这大半夜的无处可去，过不了一会儿自己就得灰溜溜回来。德明，你记住，两口子吵架比的就是谁心狠。你现在要是先心软了，以后他还不把你拿捏的死死的。
妈说的对，惯了他臭毛病。我要妈妈，我要去找妈妈。再哭，老子连你一起撵出去！滚回去睡觉。警察说，大哥是凌晨出的车祸，他开车开得极快，可能是为了避让一个过马路的行人，他猛打方向盘，车子失控直接逆行，撞上了对面的大货车。医生刚才下了最后通牒，说大哥伤势太重，不截肢就没命了。我只能签字。我是让车子撞死我这老不死的，我60岁的人了，我活够了，可我儿子才38岁呀，我没让我儿子出车祸呀！老天爷，你开开眼，把我这老骨头收了吧，把我儿子换回来吧！妈，你闭嘴吧！你以为你咒的是你自己，可你害的是别人。咱们小时候，你说不能瞎赌咒，说人在做天在看，离地3尺有神仙。你说做了坏事发誓最灵验，没做的事就不灵验。你想让车撞你，这不是坏事吗？你自己的一对儿女天天在外面开车，你居然拿车祸来赌咒，报应在你亲儿子身上了，你现在满意了吧？我是咒我自己啊，车子不来撞我，我有什么办法？你还在说，你不说车这个字不行吗？我就不该说话，我以后不说话了，我就当个哑巴好了。你回去吧，我送你。不用，你留着等大哥出来吧，我一个人回去就行。没良心，大哥还在做手术，生死未卜，他就这么走了？那是你大哥，又不是我老婆的大哥。你大哥对我老婆也不是有多好，凭什么要对她有良心？你不在家啊，难怪我按门铃你没出来。大嫂，快进来坐。罗欣，我想离婚。大嫂开始断断续续的讲述，那些被埋藏在谢家和母表现下的委屈，像脓疮一样被挑开了。还是我妈炒的菜香，这辣椒带劲儿。哎呦，这腰啊快折了，接个孩子还要走那么远的路，我这老骨头真是撑不住了。妈，辛苦您了，剩下的我来。大嫂，你要搞清楚，妈帮你带孩子是情分，不帮你带是本分。妈好心帮你，你不能把所有活全甩给妈。我一放学就拼命往回赶，家里的卫生和晚饭也都是我。我就是命苦啊！一心为了儿子儿媳，到头来还要被嫌弃干得不够好啊！看你把妈气成什么样了，道歉，现在就道歉，道歉啊！还愣着干什么？大嫂，你为什么一直忍？11年啊，这种日子你居然能过11年？因为谢德明是我的老师，上学的时候我就很怕他。我到现在也怕我上学时候的老师，可你既然怕他，当初怎么还会嫁给他？那时候年轻，我崇拜他的学识，他经常给我单独讲题。我刚毕业，他就问我愿不愿意嫁给他。你之所以能忍这么多年，还是因为你爱大哥吧？我就是太爱他了，才会一忍再忍。可现在，我觉得他不值得我这么爱他。我的爱对于谢家人来说，也毫无价值。那你来找我是想让我怎么帮你？他肯定不想跟我离婚。我如果打官司起诉，又没钱，我的工资卡一直都在他手里攥着。他娘家远，无人可求，不是走投无路，也不会来找我。我借给你。谢谢你，罗欣，我一定会还给你的。先不过，你现在提离婚可能不是时候，因为大哥出车祸了。什么？什么时候的事？他现在怎么样？严不严重？昨天晚上有点严重，要截肢。
罗欣，谢静平流产了。他又是怎么回事？乱了，全乱了。你这个害人精丧门星！要不是你昨晚离家出走，德明怎么会连夜开车出去找你？他不出门能出车祸吗？你滚！你给我滚出谢家！妈，你疯了吗？你把大嫂赶走了，大哥现在这样，以后谁来照顾他？我会照顾，我是他亲妈，我当然要照顾他。哼，你自己走路都要人扶，还照顾大哥？我也怀着孕，我可没办法照顾个残废。不要你照顾，我明天就拖着他去撞车，我们娘俩干脆一起死了，一了百了。死！你这辈子除了用死威胁我们，你还会干什么？现在大哥残了，你威胁不了他，就开始威胁我是吧？行，我不受这个气了，你们爱死就去死吧，我不管了。他心情极差，开车走神，结果在路口发生了严重的连环车祸。那胎儿呢？他伤到了头部，要做手术，用的药会对胎儿有剧毒损伤。如果不做手术等孩子生，他就会错过最佳救治时间，变成植物人。妈当场就做了主，放弃孩子，保大人。大嫂下午来找过我，她是来向我借钱的，她想离婚，可这些年工资卡一直被谢德明攥着，她连请律师租房子的钱都没有。大嫂太软弱了，难怪他们想把我也像大嫂那样拿捏，可惜打错了算盘。你跟大嫂不一样，她是结婚前就被我大哥给拿捏住了，你没人拿捏得住。大哥原来是高校教师，大嫂是他的学生，所以大哥在大嫂面前很有危险。是啊，其实他们两口子的事儿根本不需要我妈出面，大哥也把大嫂拿捏得死死的，只不过有些难听话他不想说出来，以免伤了大嫂的心。所以得罪人的事儿他让他妈和妹妹干，他在假装当好人。没错。可大嫂也是高材生，看不出来吗？他当然看得出来，但他能怎么办呢？搬道理搬不过我哥呀，而且大哥还是他的上司的上司，大哥一句话就可以让他失去工作，所以大嫂在他面前只能怂。大嫂现在醒悟了，想离婚，但得知大哥出了车祸，她又回去照顾了。大嫂既然有了离婚的心思，他们离婚就是迟早的事。现在她照顾大哥，不过是为了求个心安而已。你这是要把超市搬回家吗？这不是过年了吗？当然要多买一点啦。回来了。老二，你大哥和妹妹都住院了，需要照顾。我们明天要去吗？不去。我没有多的，就剩了你们3个。现在老大和妖女都住院了，老二啊，妈只有靠你了。有些事情，我原本想一辈子烂在心里，但这段时间你们太让我失望了，我想就这个时间讲清楚。老二，你想说什么？等你大哥和妹妹出院了再说吧。你不想听可以不听，让你儿子和女儿听就行了。老二，你怎么能这样跟妈说话呀？二哥，你到底在说什么啊？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就是长大了，翅膀硬了，不想认我这个妈了，你想飞了是吧？你本来就不是我妈，我凭什么认你？二哥，你疯了吗？我没有疯，给你们看看证据。怎么可能？我们3个从小一起长大，你怎么会不是妈生的？难道你是妈捡回来的？捡回来的？不是，我1岁的时候，父母食物中毒过世了，叔叔声称要抚养我，住进我家，接收了我爸妈的所有财产。我的亲生父母当年很能干，在村里是数1数2的富户，存了不少钱。可他们命薄，在我1岁的时候就双双意外去世了。那时候我才1岁，怎么可能守得住父母留下的家产？咱们守着这穷山沟干什么？
哥嫂留下的房子、地，还有存折里那厚厚一叠钱，咱们进城吧，进城买大房子，得名以后就是城里人。吃，你个丧门星，吃掉多少钱了？以后没你的份儿。你们享受了35年本不属于你们的一切，现在该还了。书别读了，德明要上大学，德清要报特长班，你出去打工，供你哥和你妹读书。我就要读书。我考上高中了，凭什么不让我读？家里没钱，你要读，自己想办法。孩子报警说你们涉嫌非法侵占他亲生父母的遗产。误会，都是误会。读，肯定让他读。德明啊，妈今天这张老脸都被丢尽了。我含辛茹苦养大的儿子竟然报警抓我，我不活了！谢德军，你这个逆子！你个白眼狼，看把妈气成什么样了！你害妈丢脸，你不是人！那时候我太小了，我以为是我错了，我跪下给他道歉，保证再也不报警。我当时不明白，为什么只有你的眼泪能让我心软。现在我明白了，那是你杀人诛心的手段。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你原谅我。二弟，我们对不起你，房子、钱我们都还给你，求你别告我们。德军啊，妈对不起你，小时候妈对你管得太严厉了，还让你受了那么多委屈。妈这也是为了让你成才，你能原谅妈吗？妈，别说了，都过去了。你是第一次相亲，家里不催你吗？我爸过世早，我妈她从来不催我的婚事。你是不是你妈的亲儿子啊？为什么你哥你妹都结婚了，你妈却不管你的婚事？或这早不会可能吗？你别说，我还真怀疑过我的身世。老乡，那口音很特别，舌尖音极重，不是本市的，倒像是极偏远的西山区。心儿，这口音是我们老家西山镇下怀村的。那口音很特别，舌尖音极重，不是本市的，倒像是极偏远的西山区。心儿，这口音是我们老家西山镇下怀村的。妈，我看大嫂带孩子辛苦，小妹怀孕也反应大，要不您去他们那儿住一段时间？我这儿挺好的。我不去，他们那儿吵得我头疼，我就爱陪着你。是谁？哎呦，我的老姐妹啊，我是你谢大姐啊！是谁派你来的？说！妈，您能不能顾及一下别人？我还要工作。妈，这是最后一次，要么关了视频安静待着，要么你就搬去大哥或小妹家。看个手机怎么了？这日子没法过了。你个死丫头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，我今天就走。赶我走，我叫你吃个够。他临走前包了那袋毒饺子，想害我，却成了我彻底跟他撕破脸的导火索。可惜呀，谢德元两口子那是方圆百里有名的大好人啊！唉，谁能想到好人命不长，偏偏踩了毒菌子，吃死了。说来也怪，他俩从小在山上长大的，那是钻山的猴子，哪能认错君子？结果呢，他俩一死，那游手好闲的弟弟谢德军叔叔反倒得了大便宜，带着钱进城享福去了。他那叔叔谢二
当初也是个没出息的。你那个婆婆，当年还没过门就心术不正，懒得满村出名。德坑他爸妈本来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，嫌这女人会带坏谢二。可这女人狠啊，未婚先孕，挺着肚子坐在谢家门口，说谢二不娶她，她就去告他强奸。所以他们才被迫让她进门。可不是嘛，结果进门没几年，德坤他爸妈就暴毙了。唉，我一定要查出我爸妈死亡的真相。珊珊，我已经查清楚了，我爸妈当年根本不是死于意外，是意外，他们吃了毒菌子。我爸妈是当地人，从小就上山采菌子，他们认不出毒菌子吗？分明是你们下的毒。你以为你们做的神不知鬼不觉是吧？我告诉你，我回老家看了，我爸妈老房子的后面就是一座小山。那天有人就在后山上干活，从山上往下看，饭厅里的窗户看得清清楚楚。那个人跟叔叔关系好，忍了30多年，但他老了，良心不安了。不是我，都是你叔叔下的毒。下了什么毒？就是毒菌子，是他弄的，不关我的事儿啊！你去自首吧。谢德全，我爸就算有错，他已经死了，死者为大，你懂不懂？我妈好歹把你养大了，她没让你尽孝就不错了，你居然还想让她去坐牢，你还有没有良心？良心？你们谢家人也配谈良心？你爸妈毒死我亲爹亲娘，霸占了我家的所有家产，连这套房子都是用我爸妈的命换来的。我妈一直教育我们3兄妹要相亲相爱，互帮互助。你妈所谓的互帮互助，从来都是要我对你们多多帮助。她什么时候说过让你们来帮助我？你们刚成年，她就火急火燎地操心你们的婚事，到处托人给你们介绍对象。谢德明比我大3岁，孩子都11岁了，你比我小8岁，也结婚成家了。你妈操心过我的婚事吗？她根本不想让我结婚。我35岁才在朋友介绍下娶了罗欣，可罗欣刚进门，你妈就变着法子想把她赶走，恨不得让我打一辈子光棍。因为她看见我现在收入很高，她算计着，只要我不结婚没有孩子，等我老了死了，我名下所有的存款和财产，以后不还是你们这些侄子侄女的？你们以前还吃醋，以为他放着大孙子不带，放着你这个孕妇不伺候，非要跑来我家是偏心我。错了，他一方面是懒，不想在你们两家给你们当牛马干活；另一方面，他就是想用那些下三滥的手段逼罗欣离开，好坐稳我这套房子。谢德明、谢长春，那是你们的好母亲，因为他把抢来的血汗钱都喂进了你们嘴里。但对我来说，他就是一个魔鬼。那他再不对也是你的亲婶婶，你从1岁开始，我妈就养着你。谢承德，你知道你跟你哥为什么会出车祸吗？要怪，只能怪你那个死去的父亲，他娶了个这么坏的女人，导致你们谢家祸及3代。看着吧，你们几个还会有更大的灾难，慢慢的。视频我已经全程录屏了，虽然他说主谋是你叔叔，但他自己已经承认了全程参与下毒，就算是知情不报，他也逃不掉。走。34年前，西山镇下怀村谢德元夫妇中毒身亡的真相，说吧。刚结婚那会儿，我和德坤他叔都爱偷懒，地里活不干，家里穷得揭不开锅。可德坤他爹妈日子红火啊，盖洋楼，还经常往银行跑。我们那时候就是眼红，恨得牙痒痒，就想把那钱弄到手。那天我看见嫂子捡了菌子，我赶紧叫他叔上山摘了一大兜有剧毒的野蘑菇回来。第2天，他叔就在村里嚎哭，说哥嫂吃菌子中毒没了。那年头乡下哪有监控，大家都信了。既然起了杀心，为什么没伤害那个1岁的孩子？孩子当时被送去他外婆家了，
我们没找到机会下手。德军，你小时候的命竟然是你外婆无意间保下来的。是，他们开始没能害死我，后面就不敢下手了。你一旦有事，所有人都会怀疑他们谋财害命。被告人谢某犯故意杀人罪，判处有期徒刑15年，剥夺政治权利5年。15年，不知道他能不能熬到出狱，但属于公婆的家产必须拿回来。房子、存款，还有这么多年他们挥霍掉的血汗钱，每一分我都要他吐出来，哪怕是变卖掉那套抢来的房子，也要把他欠的债还清。谢先生，被告人名下的这套房产以及他银行卡里冻结的20万存款，现已全部划归到您的名下。老婆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现在这副样子，你走了我怎么办？谢德明，我已经尽了最后1个月的责任，照顾你出院。这张纸签了吧。离婚都要离婚，不就是因为我生不了了吗？这德钱，你妈是个杀人犯，这事全镇都知道了，我丢不起那个人。爸妈，爸妈，德坤受了34年的委屈，今天我们终于为你们报仇雪恨了。你们放心，我和德军会好好的，我们要活得比谁都幸福。我对外婆还有印象，3、4岁的时候，她经常从隔壁村跑来看我。后来搬家了，叔叔婶婶再也没让我见过她。我现在才明白，婶婶那时候不敢真的虐待死我，是怕我外婆找上门。外婆是在你叔叔死的前1年过世的，她守了你一辈子，看着你长大成人，她肯定早就知道了什么，却只能用这种方式护着你。外婆，我来看你了。